道具都拿出来吧。钥匙、微型针、圆珠笔、薯片，最后扫帚。请这些物品的拥有者上来吧。我们接下来再来演奏一次这首歌曲，你们在中间即兴的添加节奏进来 ，OK 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鼓手不就是乐队的节拍器吗？我也来。那卓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和你一起试试。好呀。好，谢谢这些同学。张老师，我们也要。肖老师，我们也要试试。那我们再换一首曲子，再来一遍。哎，肖老师，要不换你的歌？我的歌。草木皆有趣。加一。加一。那我要找一个领唱的人。肖老师，你不自己唱吗？我得指挥全场啊。让鸽子来吧，他是你铁粉，肯定会唱。我会，我来唱。边弹边唱啊。那就让新瑶来唱，我们所有人给他伴奏，包括在场的所有老师 ，OK 吗？好。哎，那个肖老师，我们也不会，我们也不懂，你跟学生们玩就行了，我们旁观即可。啊。陆校长，音乐是一种艺术，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不管是学音乐的，还是不学音乐的人，都可以玩音乐。不要害羞，告诉这些老师们，我们学音乐要怎么样？没题。造起来！准备。这哪像上课？这完全就是一个闹剧。还好有你陪我啊，不然我这个就尴尬了哈。苏主任。
没想到啊，这一节音乐节奏课都能演向东南。那我就当你在夸我了。走吧，去庆祝一下，叫上63。哎，63下午有公开课，不要打扰他。等晚上回家了一起庆祝。又在家里啊？你能不能别这么抠啊？不能。同桌，鸽子，你先说，还是你先说吧。女士优先。同桌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会唱向老师的歌的？你没生我气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呀？哦，没事儿。同桌，你该不会是被向老师圈成深贵粉了吧？潜移默化，日久生情，深入骨髓。不会，我没那么无聊。对，看你也不像。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会唱向老师的歌？因为你啊。我？对啊，你天天唱他的歌，我再怎么样，听也都听会了。是啊，那你还会唱向老师其他的歌吗？我是不是还唱过很多其他的？鸽子，我今天抢了你唱歌的机会，你不生我气啊？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知道，你是怕老师批评你没有带道具，所以才上去唱歌的，将功补过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同桌，你放心，我懂的。为了庆祝咱们仨解脱了公开课，今天晚上喝点吧。不行，为什么？明天有课外活动，班主任大人，你是不是又忘了？这个真的是扫兴。喝点别的吧，63也不会喝酒。谁说的？63，你没事吧？苏老师，向老师，我也遇到一个比纳威尔斯托葛方程更难解决的问题，我找不到解题思路，已经完全卡死了，我真的好失败呀！为什么苏老师喜欢英语，学生们也喜欢？向老师喜欢音乐，学生们也喜欢。我喜欢数学，就没有同学们喜欢呢？那怎么样？估计是公开课不顺利吧？不是公开课，是每一节课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我讲的明明是最简单的数学公式，他们就是听不懂呢？这不怪你，像数学这种高深莫测的学问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全参透的。都这样了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不是个好男人，我对不起南鸽子的妈妈，我愧对于对她的承诺。那天，南鸽子的妈妈
还为了南鸽子的数学成绩向我道歉来着。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他的道歉啊？我不是个好数学老师。没事的，刘三，那是家长对我们工作的体谅。反正你好好用记心教就行了呀。是，你别说南鸽子不会了，连我也觉得数学很难呢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让所有不爱数学的同学们都爱上数学。就从南鸽子开始。我要是都能让南鸽子听懂学会了，那别的同学们肯定也可以了。向老师，我真的很不明白，我的数学比你的歌有意思多了，他怎么就是不感兴趣呢？刘三，这个踩一捧一就没必要了吧？啊？哎呀，他喝多了，别跟他计较，把他送房间去吧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数学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，它能解决世界上90%以上的问题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，都能靠数学来解决，是不是很奇妙？是奇妙。你别喝了啊！爱人会离开，家人会离开，父母会离开，孩子会离开，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会化作尘埃，可是数字不会，它是永恒的。什么都会离开，就数学不会离开啊！别喝了，来，东西拿走。快把他送进去吧。刘三怎么样？除了一直说梦话、睡觉不闭眼之外，其他都还行。真是难为他了，一腔热血被同学们浇得透心凉。那也不能全怪学生吧？你说啊，什么样的老师才算是好老师？你问我啊？我自问自答。你问我就对了。你和63呢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可我就不一样了。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老师，但是我知道什么样的老师是一个好老师。那你说来听听。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吧，所有的老师都觉得我向东南以后肯定没有出息，除了老安，他慧眼识珠，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我这一颗璀璨的明珠。我以为你只是夸夸安校长呢，没想到还是绕回来了夸你自己。我是顺道的，优秀的人连夸奖的话都是绕不开的。自恋。那你觉得呢？什么样的老师是个好老师？我觉得吧，得有责任心。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让学生喜欢，也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跟学生打成一片，走进他们的世界。但是，只要有责任心，肯定错不了。那你挑男朋友也这个要求？当我没说话，说错话。又来了。对啊，我喜欢有才华、有责任心的男生，就像63那样。陈63呢？啊？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陈63哎。丽丝，这件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是紫色的连衣裙吧，比较淑女，适合今天的课外活动。穿裙子会不会不方便？向老师带我们去聆听大自然，又不是征服大自然，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呀？那你穿什么？我穿了个牛仔裙。那我也穿牛仔裙吧。咱们两个穿闺蜜装。好呀，那鸽子你快点啊，我快到你家楼下了。好嘞。菲斯，我来了。鸽子来啦！
师，谢谢你。要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南鸽子数学成绩差，是因为他天生反应慢，记忆力差。假如都记不住数学公式的话，自然也不会知道如何运用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校要求我们老师要因材施教，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来制定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像爱情一样啊？有的人可以一见钟情，有的人却只能慢慢培养。你的这个比喻也不算错。我对数学就是一见钟情。苏老师，你对英语一定也这样吧？我对英语不是一见钟情，算是媒妁之言吧。媒妁之言？那是什么意思了？不重要，反正现在我很喜欢这份职业，我也希望我的学生在我的英语教学中找到乐趣，而不是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。我要好好反思一下我的教学方法了。反思固然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。你说的对，我好像有主意了。什么主意啊？你们凭什么不让鸽子参加今天的课外活动课啊？课外活动不是下午吗？改上午了。可你没告诉我呀。你不是说我做班主任应该有班主任的样子吗？这点小事需要向你汇报吗？假如你告诉我更改了课外活动的时间，我就不会上午去找南鸽子了呀。我没有在跟你纠结改不改时间的这个事情，是你不能占用学生的周末的时间对他进行补课，别说是一个上午了，1分钟都不行。我们不是找他补课，我们是……你给我闭嘴！帮凶！就算是给学生补课，怎么了？帮他提高成绩，总比你带他们去听鸟叫好多了吧？重要的多了吧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没有水平呢？什么叫听鸟叫？我这是聆听大自然的声音。鸟每天都叫，大自然每天都有声音，你何必浪费一堂课外活动的时间呀？你可以带他们去听音乐吵架会呀了，去录音室呀，可以参观艺术学院呢，干什么不好？我真的是脑子抽抽，我居然以为我自己会对你这种脑子跟铅球一样转不动的女人心动。说什么呢？什么心动？我不管你以前桃花怎么开的，也不管你撩我是出于什么目的。我告诉你，向东南，我跟别的女人不一样，在我这儿，你别说是种桃花了，你敢动家土试试？我让你这辈子都开不出花来。什么撩，什么桃花，什么心动啊？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走，不敢这种自大自恋说话，浪费时间。我怎么可能会撩你呢？我就算撩陈六三，我都不会撩你。做你的春秋大美梦去吧你！真的是气死我了！什么心动，什么眼神都是假的。你站着干嘛？走了，回家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们都以为课外活动没有改时间，还是下午，所以才会上午去找南鸽子，这样不耽误他参加课外活动。你们不补课找他干什么？就是想跟他聊聊，分析一下他为什么数学成绩会不好。苏老师跟我说呀，学生是需要靠面对面才能了解的，不能仅仅靠学生资料。他倒好，学会现学现卖了，盗用我的至理名言还不给版权费。所以你真的误会苏老师了。就算是误会，也不能原谅他，说出那样的话。气头上说的话是不能作数的。我不管，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。那，你还生我的气吗？你呀，看我心情吧。那等你不生我的气了，麻烦你告诉我一下。行，不生气了。这么快啊？哎，我刚刚突然想到，怎么帮助你了。
你们俩干什么啊？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玩什么把戏，带着63。你在偷听啊？没有，我路过，正准备倒杯茶。鸽子，咱们走吧。我等同桌一起走。鸽子、费斯，你们俩先回去吧。向老师，我们能留下吗？我们要等宁霄一起走。不可以，我留他们下来有点事儿，你们先回去。都背不下数学公式，当然包括我。所以我跟你们的数学老师陈63老师研究了1个周末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把数学公式装进一首歌里，歌儿唱会了，公式自然也就背下来了。词和曲我们都已经弄好了。那我们能做什么？我想把你擅长的说唱加到这首歌里，让这首歌更多元化一些。新瑶和柯宇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协助我调整曲子。那我呢？当然是你的架子鼓，我需要这种节奏感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呢？为了同学，我加入。我 OK。鸽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没问题。你呢？开始吧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你干嘛？我要开车去未来家，要不要一起啊？不用了，我打车。咱们俩开一辆车去，你不是省一笔打车费吗？打车的费用我还是有的，好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干嘛突然跟我说对不起啊？那天在停车场，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说了一些不太合适的气话，你不要介意啊。既然你这么热情的想做我的司机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搭你的车吧。那天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啊。那走吧。哎，等等，你就这样去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虽然，但是你的这位新朋友好歹是个女明星，穿着上面也得分分场合，这么随意不合适吧？是吗？没事，我带你去买一件。我有，不用买。不是，你别给我换一套工作套装啊，那还不如牛仔裤呢。我怎么这么不信他有什么好看的？同学。
行，行啊，走。生日啊！光年千金未来的生日，半个娱乐圈都在为他送祝福。是我送的裙子吗？光年娱乐老板以未来的名义，为保护流浪狗慈善团队捐赠了100万，足见未来生日的。有时间陪别人过生日，自己家姐姐都给忘了。在家中举办小型派对。错。前绯闻男友向东南携带一神秘女子现身未来生日，或许粉丝可以期待的是，向东南退圈回学校后，与未来的恋情会死灰复燃。一波。一波。我不过生日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没打算给你过生日。那这是什么呀？又是苏琪告诉你的？这酒很上头的。听说你生日会喝，苏老师说你喜欢一个人过生日。不是说不是给过生日准备的吗？但是啤酒似乎得一起喝。我来吧。不用。不是你穿成这样，等一下见到了。你穿的也没好到哪儿去啊。我这是被未来坑的好吗？要早知道吃火锅的话，我就穿着短裤和拖鞋就来。那我不是被你坑的吗？要不是因为你说我能穿上这么不合适，对不起，服你啊。其实啊，生日不生日什么的倒没什么，我主要是逮着个机会吃火锅，毫无罪恶感。今天这个日子啊，必须得有好酒，你们今天有口福了啊。这酒是？就是那瓶。我以为你早喝了呢。你给我的成年礼，我怎么舍得喝啊？要不是今天我齐哥大驾光临，我才不会拿出来呢。现在有了你齐哥，我都得靠边站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俩可不一样啊！齐哥是我的朋友，你嘛身份待定。你行了吧，兄弟啊？男女平等。谁是你兄弟？来，大家干杯 ，Cheers！ 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快乐！我开车了，就不喝酒了。我到了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
所以你是想说，我要结？你来干嘛？生日快乐！今天不是我生日，难道我记错了吗？你不是通告很多吗？我也很忙，你就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，赶紧走吧啊，不送。谁呀？不会是老魏吧？不是，粘人的狗仔。别瞎说了，怎么可能？真的有狗仔啊？你别听他的，女明星啊，被狗仔偷拍多了，总是会疑神疑鬼。不是我疑神疑鬼，是这个世界上妖魔鬼怪太多了。那你没事吧？七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朋友吗？未来真是可怜，年纪轻轻的，身边连一个信任的人都没有，做什么事都要小心翼翼的。他们这些小时候就出道的艺人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这个圈子也太复杂了吧？那么多人想要攻击他，想要利用他。不过他好像挺信任你的哈。那当然了，他们在乎的我都不在乎。况且我的确是一个真诚、善良且值得信赖的男人。干嘛？向东南，既然撩了，就一定要负责任到底，这样才算是真的男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告诉你，感情是神圣的，不是游戏。不要拿哥们的名义去撩拨女孩。未来是个好姑娘，而且她现在是我好朋友。你要是敢伤害她，我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不是我什么时候撩拨她了呀？你别无中生有啊！喂，苏老师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你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姐她喝完酒没事吧？